如果你还在通过询问他人的意见来做决定，那么你已经踏上了通往失败的快车道。我将告诉你为什么那些买不到的东西才是你最该拼命赚取的，以及如何在乌合之众中保持清醒。在深入分享我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之前，如果你渴望掌控人生的底层算法，建议你先点赞、关注并开启订阅，这样你才不会错过在这个充满杂音的时代里那些真正能让你实现觉醒的深度思考。接下来的内容，我将毫无保留地解构关于财富、健康与智慧的终极真相。很久以前，当我还在为了下一张支票而奔波时，我经常陷入一种焦虑的怪圈。那时候的我，每当遇到重大抉择，总是习惯性地去咨询周围每一个人的意见。我问我的合伙人，问我的朋友，甚至问那些并不真正了解我业务的亲戚。我以为这是谨慎，是博采众长，但后来的现实狠狠地打了我的脸。我发现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在逃避责任。当我试图平衡所有人的建议时，我得到的只是一个平庸且模糊的折中方案。那个方案没有灵魂，没有远见，最终也理所当然地导向了失败。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一个残酷的道理：如果你想做出错误的决定，那就去咨询所有人吧。决策是个人的修行，而共识往往是平庸的温床。我的人生轨迹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发生了巨变。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生活质量并不取决于我工作了多少小时，而是取决于我思想的质量。很多人都在拼命地磨练技能，却很少有人愿意去升级自己的思维操作系统。你的大脑就是你的操作系统。如果系统版本过低，无论你安装多高效的应用程序，最终都会死机。这种思想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你如何看待压力，如何评估风险，以及如何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机会。当我们谈论财富时，绝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是银行卡上的数字，或是一堆昂贵的奢侈品。但在我看来，财富的真正衡量标准只有2个字，那就是自由。如果你拥有1000万美金，却依然需要每天定时定点出现在你不喜欢的地方，为了应付你不喜欢的人而透支精力，那么你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人。真正的财富是那种当你闭上眼睡觉时，你的资产依然在为你创造价值的状态。它赋予你选择的权利，让你有能力拒绝那些让你感到不快的事情。财富不是为了买更多的东西，而是为了赎回你的时间，让你重新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然而，如果失去了健康的身体，财富的自由便会显得苍白无力。很多人在年轻时用健康换取金钱，到了晚年又试图用金钱买回健康，这无疑是世界上最亏本的买卖。我对健康的定义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一种身心的深度经营。这意味着你要像经营一家最有潜力的公司一样去对待你的身体。你需要通过持续的锻炼来维持能量的输出，更需要通过内省和冥想来管理你的内心。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一个能承载灵魂探索的容器，而一个平静的心灵则是你在复杂世界中航行的罗盘。这些东西是买不到的。你可以雇人为你开车，为你打扫房间，但你无法雇人为你举起杠铃，也无法雇人替你思考和感受内心的宁静。它们必须是你自己亲手赚来的，是你每日自律和自我克制的回报。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智力经常被误解为学历或记忆力，但我认为智力的唯一真实衡量标准是判断力。在这个杠杆率极高的现代社会，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产生的价值，往往是一个普通人辛勤工作一辈子的总和。智力不是为了在辩论中胜出，而是为了看清事物的本质，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当你拥有了顶级的判断力，你就不再需要随波逐流。你会发现，优秀的投资者从来不向大众出售投资建议。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洞见是稀缺的，它是一种私人的力量。如果一个策略被所有人知晓，它就失去了超额收益的空间。真正的赢家在行动前总是保持沉默，他们在安静中思考，在孤独中决策，在众人的喧嚣之外寻找价值的洼地。这就涉及到了智慧。
如果说判断力是智力的体现，那么沉默就是智慧的衡量标准。那些急于表达、渴望被认同的人，往往还没有触及事物的真相。智慧是当你洞察了世界的运转逻辑后产生的一种深深的淡定。你不再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也不再参与那些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你会发现，最有力量的话语往往是在最关键时刻的寥寥数语，甚至是不言自明。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爱。在喧闹的社交媒体时代，爱被包装成了一种表演，一种浪漫的辞藻。但对我而言，爱的衡量标准是宁静，那种让你感到焦虑，需要你不断自证，让你心神不宁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消耗。真正的爱，无论是对伴侣、对家庭，还是对生活本身，都会带来一种深层的安宁感。那是一种你即便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待在那个空间里，也能感受到灵魂被滋养的状态。一个充满爱的房子，不是靠昂贵的装修堆砌出来的，而是靠长久的包容、理解和共同成长赚来的。这种宁静是金钱无法触及的领域，它是情感经营的最高奖赏。在职业生涯中，我始终认为市场才是真正的老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欠你什么，你也不必为某个具体的上司委曲求全。你要直接为市场工作，市场是公平的，它不听借口，只看结果。如果你能为市场提供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价值，市场就会给你应有的回报。而理解市场的本质，就是理解人性的集合。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群想法不同的人在一起交流、博弈、交易，这就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因为多样性带来了流动性和发现价格的可能性。然而，一旦这群人的想法变得完全相同，他们就不再是市场，而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会被某种共同的情绪或偏见所绑架，最终走向集体的幻灭。在投资中，我总是警惕共识。当所有人都在谈论同一个机会时，那通常就是陷阱的开始。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我，真正的成就来自那些无法被直接购买的东西。你无法买到强健的体魄，你必须去流汗；你无法买到平静的心灵，你必须去自省；你无法买到亲密的爱，你必须去付出。这些才是人生中最核心的资产，它们具有极高的护城河，因为它们无法被资本轻易摧毁。回顾我走过的路，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移民少年，到如今能够在这个平台上与你们分享心得，我最庆幸的是，我始终坚持了对个体独立性的追求。我不再询问所有人，我只倾听真实的市场，我只追求思想的深度，我只在乎内心的宁静。这个世界正在经历剧烈的变革，旧的规则正在瓦解，新的逻辑正在建立。现在的你可能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感到迷茫或焦虑，这很正常。但请记住，不要试图从外界的喧嚣中寻找答案，去锻炼你的身体，去净化你的心灵，去打磨你的判断力。当你的思想质量提升了，你的生活质量自然会随之改变。不要去做那个随大流的乌合之众，要做那个在市场中独立行走的观察者。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根据最新的全球财富研究数据显示，未来10年，价值的创造将越来越依赖于个体的品牌和判断力，而非单纯的劳动力投入。在中国，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那些能够管理好自己身心、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将成为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触动了你，让你对财富、健康和智慧有了新的认知，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在评论区留下你此时此刻最真实的感悟，或者分享一个你曾经因为盲从众人而付出的代价。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深度内容的认可，也是对独立思考精神的传承。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我关于这个世界底层逻辑的更新。
在这个信息的洪流中，让我们一起保持清醒，独立前行，追求自由，而非财富；追求判断力，而非聪明；追求宁静，而非赞美。我们下次再见。